东南亚穷人开始仇富了。可新闻不是说东南亚经济增长很强劲吗？难道经济越增长，穷人反而越穷了吗？过去2个月，东南亚好像是吃了火药一样，印尼爆发抗议浪潮，导火索是1元房屋津贴高达了最低工资的8倍。抗议者形容这是特权阶层的奢侈。马来西亚超过6300辆豪车拖欠入税款被曝光了，引发大众对富人特权的强烈不满。约3万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抗议防洪工程巨额腐败丑闻。而在南亚，尼泊尔总理连夜出逃并辞职，为什么呢？政治精英孩子在网上炫富，被网友痛批，于是政府就宣布封禁社交媒体，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大街上的怒火从哪里来？经济增长真的是所有人一起变富吗？今天的视频烧脑指数是6颗星。问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从哪里来？你一定会告诉我，老板发的呀。不对，工资是有2个来源：企业利润和政府分配，也就是经济学里的1次分配和2次分配。当企业赚的钱多，它就有空间去支付高一点的薪水；当政府的税收多，财政强，它就可以用社会保障、补贴、教育、医疗，间接提高工人的可支配收入。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在东南亚这2条路都被堵死了。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产业链要转移到东南亚呢？劳动力便宜啊，可便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低工资的低保障，劳动力怎么便宜呢？一旦劳动力成本上涨，国际资本立刻去找下一个更加便宜的地方了。为什么资本如此的无情呢？因为整个全球供应链就是微笑曲线，两端是设计、品牌和销售，利润丰厚，中间是代工，利润薄得像一层纸。东南亚接住的恰恰是这条曲线最低、最不赚钱的那一段。所以印尼 GDP 数据增长是很好看，但是钱并没有流到工人的手里，也没有流进公共服务，倒是肥了精英和权贵。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东南亚其实很早就承接了西方的产能。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就开始为欧美做代工了，菲律宾更早是成为了美国的外包和呼叫中心基地。这些国家比中国更早的去融入全球化，比我们更加靠近西方市场，因为有殖民时代留下的贸易口岸和英语教育嘛，按理来说早该富起来了。可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一来，一蹶不振，一晃就是几十年呢？这难道不奇怪吗？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只是租来的繁荣。工厂是外资的，技术是外来的，利润是转移走的，自己的企业没有成长，就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但是更加深层的症结是在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工业化需要什么呢？需要有地方建厂，需要引进技术，需要一批高技能的工人。那么它有大片土地可以建工厂、产业园区吗？当年英国、荷兰、西班牙、美国等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后来这些国家虽然是陆续独立了，但是只是在政治上换了面孔，经济结构几乎是没有变化的。为什么呢？关键是在于他们几乎没有经历真正的社会革命。独立是谈判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人民也没有机会去打碎旧的权力格局。殖民者离开之后，土地和资源并没有重新分配，大地主和财阀只是换了新的身份，继续掌握了经济的命脉。军政集团、商业家族、老殖民资本交织成为新的统治联盟。所以今天的东南亚表面上看似是在拥抱现代化的，但是它的经济骨架仍然是旧殖民的延续，土地仍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工业化是需要大量的土地去做产业园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去强调，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复制中国的产业链模式以及这种工业化的动员能力。中国的工业化作业是很难抄的，印度他很想抄作业啊，但是印度的土地是私人和神庙的，他只能在梦里超越中国了。那既然大规模的制造产业链起不来，那能不能
能直接就上高科技呢？跳过重工业好了呀。难度是在于高科技的第一步需要烧钱买技术、买设备，这都是要用外汇的。但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外汇得先用来买粮食啊。什么？他们不是农业大国吗？粮食难道也要进口吗？殖民时代留下的是大面积的橡胶园、棕榈油园、甘蔗田，这些经济作物是能够赚钱的，却养不活本国人。因为地主和财阀更加关心怎么赚钱，不在乎粮食的安全。农业长期是效率低下，产量是不够的，那本该用来买机器、引进技术的外汇就被吃饭吃掉了。那怎么再搞技术升级呢？而且高科技不只是要钱，还要人。研发中心自动化设备的背后，全是成百上千上万几十万的工程师、技工、科研人员。可是这些人哪里来呢？靠教育体系一代一代的培养啊，而教育则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的公共投入。那政府有钱吗？东南亚政府赚钱好像是挺难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意味着没有稳定可持续的税基。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财政收入最大的来源是增值税，增值税是什么呢？它真的是生产和流通环节创造的价值。只有当大量的工厂在生产，上下游的供应链在流转，政府才能从每一次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当中拿到增值税。工业化不仅是带来增值税，还带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制造业一旦形成集群，就会有大量的上下游企业就业岗位和工资，而这些又会变成个人所得税和社会社保的来源。国家财政才有了可持续的现金流，去修路、建学校、搞医疗，反过来又去支撑产业的升级。这一段好像是涉及到比较多的税，有点复杂。那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也要像公司一样去赚钱，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来养活这个国家。有的国家还有一个赚大钱的地方，那就是土地财政。比如越南土地是公有制的，它可以通过土地来调剂，但是柬埔寨政府就不行了，土地是私人的，它没有办法从这里赚钱，而且又没有什么工业化，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又收不到多少，老百姓是穷到不行啊，消费税更加别提了。这就是为什么电诈产业园区一直灭不干净的根本原因。因为他很穷，园区又给他送很多的钱，你说他会选择金钱还是选择正义呢？反正坑的不是自己国家的人。所以你看，东南亚今天的问题有很多很深刻的历史原因。当政府收不上来钱，他就没有足够的预算去修路、搞治安，也没有办法给公务员、警察、老师合理的薪水。公共系统一旦缺钱，腐败就会蔓延，警察就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员也愿意和资本去做交易，一个国家越贫穷，所以政府就会越依赖于灰色甚至是非法的外快。所以回到最开头的那个问题，工人的工资到底从哪儿来？本身外资来投资就是冲着廉价劳动力的，怎么可能自己去主动涨薪水呢？而东南亚国家的税基又是很弱的，根本没有钱去提高福利，只能得过且过了。但奇怪的是，东南亚的贫富悬殊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年轻人的仇富情绪更加激烈了呢？一个原因是经济失衡在互联网时代被放大了。过去即便是有差距，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现在短视频、社交平台把富人的奢侈生活实时的推送到了穷人的眼前。月薪几千的人每天都刷到私人飞机、跑车、奢侈品，自然是更加容易愤怒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比如印尼是宗教国家，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接受了强烈的宗教文化灌输，在经济上看不到希望，社会流动停滞的时候，这种宗教信念容易转化成强烈的道德愤怒，稍微被政治反对派利用一下，就能够走上街头打砸抢烧。好了，再做一个总结。东南亚今天的仇富并不是一阵子被社交媒体点燃的情绪，而是几十年积压的结果。
外资和财阀赚走了增长，工人收入是没有起色的，政府也没有税基去修学校、建医院，给年轻人一个上升的通道。但是城市里跑车，乡村里还是贫穷的翻不动身，差距赤裸裸的被互联网给放大了。年轻人读书打工却看不到出头的机会，就只能够在失望里酝酿着愤怒。议员的天价津贴、豪车的逃税、巨额的腐败，一点火星就能够点燃街头。贫富悬殊没有出口时，愤怒就成了出口。互联网是时代的放大器，它本身并不制造贫富差距，却让仇富扩散。那东南亚的穷人难道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也不全是，虽然旧的土地格局、代工经济和脆弱的税基短期内是很难撼动的，但是互联网的出现至少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一条很狭隘的缝隙。有人通过跨境电商、自由职业、数字内容打破了地理和阶层的天花板，可以把劳动直接卖给全球市场。互联网能给一点点光，但是真正的出路仍然需要这些国家自己不断的去改革。整一个东南亚目前最有希望的是越南。好了，我说完了，文字版已经在书房了，再见。